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桌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台湾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从昨天周刊里面报道出来，是不是在我们这次2024总统大选里头，包括对岸之间，那是不是有扮演某种的角度，或是所谓的正面看待，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当然，这一篇文章出来以后，那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直接讲了，就是用抹黑以外再加抹红。这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人在讨论说，这一些资料出来，尤其在现在整个罢免。如野火燎原一般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的民团提出来说罢免就是剿匪，类似或者是讲反共啊，类似这些，当所有都摆在一起的时候，它又会是怎么样？今天当然有一个媒体在统计说，老共那边的官媒会在抖音上面比较喜欢用哪一些，包括我们的名嘴啦，或哪一些人的时候，黄国昌排名在第20。这里头，当然黄国昌一样也出来，那针对这又做另外一种的驳斥。不过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民进党代理主席黄国昌。这个礼拜就要选党主席了，他现在最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找赖清德辩论。OK， 让你再看一次，来。哎呦，用这种绿媒下标题的方式想要带风向，真的是在侮辱台湾人民的智商了。你要看我讲的内容嘛？我讲的内容真的要讲跟老共之间的关系，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民进党你们好意思不堪检验啊！我老实讲，我送给民进党的就是4个字啊，不堪检验。不服气的话，一样，赖清德主席出来公开辩论，随时候叫。是不是？不堪检验，好意思讲吗？但是这次他找赖清德总统出来辩论，他有加赖清德主席，因为他以前是赖清德直接出来辩论，所以你们在他眼中不堪检验。因为他现在已经准备当民众党正式主席，所以他可以叫赖清德主席这个位阶对的。对，他意思是这样子，要提醒大家，我现在是主席了，民众党是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要讲的是说，这个他被某一个 NGO 团体去统计，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的这个微博上面。他的发言是被中共的官媒拿来引用，打击台湾执政党。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是当时反红媒的黄国昌，他领导一定会很生气啊。为什么我的言论居然会被中共的官媒拿来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一直在行销，然后来打击台湾？结果没有想到，他今天居然不针对这一件事情回应，他居然讲的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不知道在讲什么，讲完就说，你去看我的发言，民进党是不堪检，到底民进党哪里不堪检验？大家说的是跟老共的关系哦。是，民进党到底哪里不堪检验？黄国昌主席，你讲出来听听嘛。现在大家是质疑你黄国昌在这几年来你的发言，尤其是最近1年，就是从他去年当选立法委员之后，上任立法委员之后到现在，他被中国运用在社群上面的发言几率非常非常高。针对这件事情，你应该要去检视啊。你怎么会说民进党不堪检验？现在大家是在检验你，结果你不回应，反而去骂民进党，我觉得这是完全更小灯小 K， 讲不出来啊。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糗，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个黄一中老师那边有一个的表，你看这个表里面有谁啊？第1名是蔡正元黄国昌现在跟蔡正元名列在同一个板上好不好笑？过去时代力量的黄国昌是要罢免蔡正元的，结果他现在跟蔡正元被同列在一个表上。那这一些人包含郭正亮，包含谢寒冰，包含介文吉，包含侯汉廷，包含徐巧芯、唐湘龙、董志生这一些人，你全部名列在上面，你完全不想为自己辩驳。我觉得我真的对黄国昌非常非常的他的反应让我觉得很傻眼。我认为如果他还是过去的黄国昌，他起码要为自己辩驳。
起码要先痛骂中国，可能可以滥用他的这个肖像权吧，误导他的言论吧，他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而且还骂民进党不堪检验。现在人家检验的是你，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好笑了。而且在这个媒体里面，他报道的是说，这些人发言的言论里面被用来打击的，除了打击台湾的执政党之外，另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言论是以美。50%以上都是以美的言论，然后在他们的社群里面，在中国被中国来利用。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事情，你身为一个民众党的党主席，未来的党主席是台湾的第3大党，你不用说明吗？针对这个报道的内容，你完全不看吗？你只以所谓的什么绿媒报道啦，用什么什么头版呐？你都不用针对内容去做回应吗？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这此一时彼一时。OK， 当然你说在台湾言论自由，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一些的看法。就是黄国昌是民进党的代理主席，同时15号那就是民进党主席的选举，他未来成为民进党的党主席。中间之间到底言论上面那有什么样一些的想法，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真的细究的话，任俊，昨天的杂志里面出来，包括柯文哲，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2024总统大选，那中间有没有人要穿梭，有没有让老共那个地方跟老共之间包括正面看待柯文哲的选举，甚或连柯郭配之间，昨天那个杂志描述了非常多。今天当然你说有媒体直接整理了，包括老共那个地方的官媒可能最常引用的一些，所有这些一起摆在这里，跟这次大罢免风潮，你会发现像曹兴诚他们一直罢免，不断的跟反共，不断的跟什么剿匪，什么全部都摆在一起。某种程度，现在大家会不会开始，柯文哲从墨绿开始一路以降到现在，他的颜色真的有变过了吗？去年蓝白合原来那个破局，因为那里面有一段是有人想要设法把侯友宜给换掉，昨天是小平在那嘛，那当然今天是袁之在。原来侯友宜真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危险，不是单纯选战而已啊，是里面还有人想要把他给换掉。现在看起来侯友宜当时在选总统的时候，真的选的蛮辛苦的就是包含到党内原先大概有多少人要投注他的这个选战里面然后甚至连这个跟柯文哲之间的这个合作，蓝白合，前面也谈了，大概谈得很辛苦，然后突然一夜之间呢，他被冠上了一个这个新的绰号，叫做什么让6%然后呢一直到破局，甚至到现在总统都选完多久了，还传出来讲说，其实呢在当时选举的时候，侯友宜真的是内忧跟外患他的内忧我刚才已经讲了嘛，党内其实在当时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对侯友宜有些批评说你也没有去帮地方或干嘛的，为什么人家要帮你？一直到现在新扯出来是，原来连中国大陆那边可能都不见得看好侯友宜黄国昌对于这些东西的这个一贯的说法就很简单，又是编剧，又是在闹事。但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看法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又是李文忠？就李文忠不就是一个50年的老同学嘛，就管钱嘛虽然钱管到负责任的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但是现在连当时柯文哲选举的时候，中间的传话，他还扮演了一个中间的中间。请问一下，这篇媒体是看得出来柯文哲对于对岸是某种程度，不管说是不是有人可以在中间穿梭带话。或是会寄望说，最起码我选，你们不要反对，是有这样一些预含在里头吗？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回来看柯文哲在不管是当台北市长或选总统的时候，他一直很自豪的是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跟别人比起来不一样的。他在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讲过，在同样3组的候选人里面，他自信是跟美国跟中国最有沟通办法的人，他自己讲的他觉得他是最能够沟通但问题就回来了先给各位看一下，柯文哲很讨厌呢，在指以前的柯文哲啦很讨厌被人家说你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但我刚刚讲，你如果回来看双城论坛是一直被他拿出来讲说，嘿，这代表是你们都不能，只有我跟中国大陆可以接触，还有包含到世大运，他也是这样讲，我经过多少的协调到我们可以办但是你看2021年的时候，柯文哲他那个时候呢接受赵少康那种专访的时候，后来他们在总统大选的时候还变成这个互相竞争的不同阵营嘛，因为赵少康变成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嘛那期间呢他就讲说，哇，这个调侃自己说，不断的被民进党网军抹红，抹到现在有时候都以为自己是共产党
我觉得这时候这一句话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在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很多人有一些人会认为说，柯文哲你到底以为自己是共产党，还是你其实是共产党？我没有指控，我现在讲就是说这个的说法，因为老实讲啊，昨天大家讨论非常多，在那个简讯里面啊。我觉得先讲一下，因为那个简讯是说被删掉，后来这个媒体还原，所以它不是100%原始的简讯啊，因为媒体自己下面有写嘛。因为民众党这一点他们有直接出来说，用不明的简讯，就是把柯文哲除了抹黑以外，现在在抹红。但是因为他简讯里面这里面提到2个人嘛，一个叫李文忠。因为是李文忠传给柯文哲嘛，所以他那个上面有什么李文忠跟市长室嘛另外一个就是柯文哲这一边嘛，所以检方如果真的掌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2个人的手机基本上可以互相比对嘛。总不会又比出一个奇怪的国民党这个立委的名字被放在这上面，还是李文忠搞不好也是造假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民众党里面嘛，我们也到今天为止搞不清楚为什么你要把人家的立委的名字变成你的赖的名字。罗廷伟，对啊，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嘛，民众党也从来不解释这一块可是我就讲说，这里面还要先去探寻。首先你透过张显耀，说什么？透过张显耀的方式呢，先这个大陆这边对于柯文哲呢要选是表达正面的肯定。透过张显耀的方式呢，先这个大陆这边对于柯文哲呢要选是表达正面的肯定。还有呢，第2个讯息告诉你什么？他说不是只有张显耀这样，他有做，他说怎么对你肯定，甚至连透过林义守，他也表达就是肯定还要 double 肯定，你知道？所以看起来柯文哲有中间人的中间人，他有好多的，他几个最少，你看柯文哲在这一段中间有个李文忠，李文忠这一段要么有个张显耀，不买有个林义守，然后才有可能对到中国大陆的这一段，更不要提到说，其实周刊报道里面还提到了，他们当时在提名徐春英要作为这个所谓不分区立委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黄珊珊去传的那一段说，最近这个某某媒体讨论这个陆配非常多，要不要我跟国台谈一谈？后面再补了一个办但是这件事情，民众党简简单单的用一句说，你们就是编剧。那我也要问一下，为什么都是李文忠？为什么都是李文忠？黄珊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明确的否认。对，以律师来说，这个主持人大律师嘛如果这个东西跟涉及事务有关的时候，你的态度，我相信你会很明白的表达。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的，还包含黄珊珊的政治生命。是，虽然他有多少政治生命，我不敢讲因为那个是他现在在民众党里面嘛那时间到了，再过1年，会不会是不是真的下来？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已经明白的牵扯到，就是说你要不要你帮忙去跟国台办谈的时候，黄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明确的否认，也没有明确的说什么样那其他的我们就会问民众党在过去一直怀疑别人在编剧，是不是因为你们家的人喜欢编剧？编出了一大堆，去告诉柯文哲讲说你好棒，你很厉害，你很强，你呢其实才是我们这个台湾的希望，连中国大陆都肯定你。如果今天这些东西一个一个被披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用一个叫做编剧的这件事情，或者是所谓的抹红，就能够让大家消除这个看法？将军，请问一下，昨天的杂志讲的是白银的前主席柯文哲，柯文哲。今天在媒体上面是白银可能这个礼拜以后的主席，黄国昌就是现任的代理主席，对，现在的代理主席。那这些呢，偏偏都跟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内容呢，跟他们是有一点关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这次大罢免又有某种程度的主轴是绕着跟老共那个地方是不是反共的这些会有关系。虽然白银8席是没办法罢。那大家讲说气会不会出在国民党身上？可是白银未来还是要选举啊。对，那政党要有政权，要有影响力，势必要透过选举。所以最近这一连串这些发展，对他们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大家知道通常我们知道这些罢免的民团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牺牲工作、牺牲嫁娶跳出来了。可是会让这个民团突破同温层的原因在哪里？在于剿匪。大家可以看我觉得这超有创意的。很少看到民团会用中国国民党的党徽为底，然后用一个不是年轻人，这应该是老农民，用一个老农民为整个宣传里面的核心，上面写什么？报告委员长，他们忘了，但是我没有忘记什么？剿匪的任务下面写一个罢免不适任蓝委，你我有责。各位，这有没有改？
很有感，因为这些前辈，这些荣民前辈，通常他就是支持国民党的嘛。我跟各位讲一下哦，大家看完这张图之后，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什么叫做钢铁蓝军？你知道吗？就是国民党推出一颗卤蛋，他都会投他。不管他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党认证推出来的是卤蛋，我都投。这叫钢铁蓝军。可是呢，各位生锈了，觉悟了。当这些钢铁蓝军以前，我当过主委，你知道吗？我当过主委，这些老先生、老前辈，他选举前哦，我们会寄发那个叫做任务小卡。立委投谁？总统投谁？我们会寄。那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啊，我们就没寄了。我被打电话来骂，那个电话直接打进来，朱委，我老柳啊，投谁啊？你知道我说你觉得谁好就投谁，这不对啊，你不能乱搞啊！以前有交卡的，那卡片去哪里了？是这么忠诚的，你让这些这么忠诚的北北出来了，为什么？你忘了，蒋委员长叫我们要剿匪啊，要捍卫自由啊，所以连他们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了，他们都跳出来，他不能让他们一辈子守护的信念被你们毁了，这有多严重？好，那你说毁到了国民党，对不对？没有。民众党没缺席，民众党没有缺席，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现在土城嘛，他在土城里一样有消息出来之后，就认为说他在2023年年底要选总统的时候，居然可以直通国台办，这是周刊揭露的嘛，然后里面还说看完赶快删掉，知识体大，那里面的这么多1、2、3、4、5、6、7、8点就告诉你，你要选对岸支持，对岸是谁？不就习近平吗？你要选。对岸帮你筹这个资金可以破亿，你要做什么？对岸都支持，只要你能够把赖清德挤下来，就这么简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柯文哲不是你被染红哦，是你根本就是红的代言人。那这有多严重？那你说没关系，那是我们前主席了，我们主席已经在土城反省了，所以现在是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也上抖音的排行榜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20个人里面只有黄国昌是民众党籍的。那算是民众党之光吧。能够进14亿人关注的抖音，你应该出来生气啊！为什么要生气？我告诉你，黄国昌应该要生气。2019年的黄国昌，各位看看，黄国昌2019年3月23号发的文哦，同一个人，同一个政党，这是谁？这是国民党嘛？这是国民党，可以从坚决反共转变到逢迎亲共，如此转变不仅是叹为观止，更是让人不齿。黄国昌2019年3月23号还在反共哦，有人说这是精神分裂，那其实是一贯的逻辑，就是权力与利益。以前反共拿来作为对内的权威的借口，因为要反攻复国，要歼灭匪谍，所以要动员戡乱，所以要惩治叛乱，合理化了国民党打压民主的借权的威权的权利哈。现在的亲共为的是什么？复兴中华大业，谁复兴都可以，只要是中都可以，管他是中共国还是中华民国。为了要拼经济，追求两岸和平，所以接受了一个中国。所以黄国昌在2019年是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哦，所以他拿来骂国民党。其实呢，这就是什么？为了要捍卫民主自由啦，实现公平正义啦，追求经济繁荣，提升人民收入，本来就互不相排斥的。也本来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应该打造人民的一个生活环境。黄国昌2019年的3月23是正常的哦。那请问是什么力量让黄国昌在4年之后变成这样？我用黄国昌的发文来问他们，来问黄国昌，黄国昌，请问，对你只要改一个字就好，人家是同一个政党，他是不同的政党，同一个人，不同的政党。可以从坚决反共变到逢迎亲共，这种转折真的是叹人观止，更让人不齿。黄国昌自己写的，我只改一个字，同一个人，同一个政党，改成同一个人，不同的政党，是什么让你改变？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应该要跟抖音生气耶！我什么时候舔共了？我反共了，我全家都反共了，我骨头都反共。按照黄国昌以前的发文是这样啊，所以我为什么讲说这次老北北哈这张图会有这么大的高反差？各位可以看一看。金国先生在民国77年的1月1号，他在联合报发了这个昭告国人的一个昭告书哦。里面的大标题是什么？中国未来操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这个中国是什么？中华民国。反共复国是全民唯一的出路。各位，这是金国先生讲，而且我告诉大家，13天后他往生了。
77年的1月1号，他发了这篇文告之后，13天后他往生。那为什么？我告诉你，我在他身边站了1个礼拜，我是护灵官，1个礼拜，13天后他往生了。所以也就是金国先生在往生之前最后一个文告还在反共复国。各位，如果按照金国先生国民党的老招牌精神领袖金国先生，反共复国是全民唯一的出路，那么舔共误国就是你的灾难。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元之，我们先把包括民众党的反应，民众党的反应针对这一次包括周刊讲柯文哲这一段，他们说就是用一个不实的简讯，然后去做抹红，然后呢过程当中除了说抹红以外，有一个所谓的民众党的大佬，他没有写谁，他讲说民众党大佬说有一些疑点。就是包括李文忠那时候已经不是市长室，他已经到包括台北捷运公司啦，然后柯文哲那时候2023他也不是市长啦，怎么还会有用市长这些？好，除了讲这些疑点，那包括像黄阳明，知识媒体人，他有讲说怎么会这样？这个内容这算是政治斗争的一环吗？为什么会拿这个东西？就在野党是不是都可能会面临到像有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觉得这些文章的内容出来，对柯文哲，对包括黄昌，那今天讲的那些会有什么影响？将军刚特别提到说，包括蒋经国、前顾总统这一段，对国民党来说，那这些有人直接用说什么反共这些，国民党都忘了吗？甚或对这次罢免的影响，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观念？我昨天也有看到那个周刊写的这篇报道，而且我也看到那个重建后的简讯啊。那我是不知道说那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那当然，我觉得真的也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周刊就是当初就是先报那个1500嘛，就是什么1501小沈嘛。当时我们还想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难道你把那个随身碟拿走了吗？不然你怎么会有？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就确实是有。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是真的，我是觉得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检方后来去还原了柯文哲的手机的简讯。如果是真的话，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被泄露出来？而且这个东西跟案情完全无关啊！理论上来讲，现在应该是在调查检方应该是在调查柯文哲的金华城案嘛？那为什么会连这种跟案情无关的东西，然后都会被泄露出来？那为什么会连这种跟案情无关的东西，然后都会被泄露出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问题是还蛮严重。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检察官、基层检察官就在那个检察官的论坛有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柯文哲的起诉书里面放了非常多和案情无关的内容。然后那个时候基层检察官就问大家说：“学长们，如果今天是你在调查柯文哲案，你会写出这样的起诉书吗？”就是说把很多无关的东西全部把它写出来。实际上这些东西跟柯文哲会不会定罪无关，重点是要去毁柯文哲的人设。那昨天这个金周刊内容也类似状况，就是反正这个跟金华城也无关，但是呢，可以让你被大家认为你好像跟对岸来往非常密切，而且这过程当中有非常多人在帮你穿梭啊，有什么张显耀啊，有什么林义守啊，还有什么蔡增加一大堆人，所以不是只有1个2个的消息哦，是有非常多人在帮你穿梭，可见你好像真的很希望跟对岸建立什么关系。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件事情。那么之前民进党很喜欢讲一件事啊，就是说，哎，小草们啊，你们要去怪国民党啊，因为都是国民党的什么游淑慧、钟小平在弄柯文哲。但其实黄国昌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对，他们检举没有错，可是到底是谁在政治侦防柯文哲？到底是谁在把这些资料泄露出去？到底是谁？难道泄露这些资料的人是国民党吗？所以其实民众党现在更在乎的是柯文哲被审判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正义的审判？所以他当然这件事情是针对民进党。等一下，好，袁志刚刚讲的，民放，袁志刚刚讲的说这是政治侦防，为什么会就是要为了这不择手段要去打击柯文哲的人设吗？或是你更在乎的是我们的总统大选的过程，到底老共有没有透过任何的手段试图做影响？
当然啦，我们当然要建议的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大选都是背后在老共在操纵的啊。那你政治侦防，你什么政治侦防？如果你没有写那个简讯，怎么会有政治侦防这件事情呢？那记者跑新闻，你每次都假设什么这个是一定是这个谁泄露给谁的？那我以前跑很多独家新闻，都是谁泄露给我的吗？所以这个人家新闻记者有本事，跑这样的新闻出来，你就故意说，这是谁北检故意放的。可是今天的重点是在于，哇塞，原来我们的总统大选2024是背后是多么惊涛骇浪，这个都是有中共的势力在介入嘛。那还好，我真的今天要称赞国民党一些本土派撑住了侯友宜，对不对？否则今天这样蓝白合这样子搞下去的时候，这样子不就是这个中共的操作得力吗？那我其中请问一下，你们的前总统马英九的角色是不是很奇怪？你柯文哲为什么会有底气，一直要跟国民党说一定要柯侯配？一个第三小党，没有人口气那么大的，然后呢，又偏偏要去做一些奇怪的民调，然后呢，就坚持说我一定要柯侯配才能赢，怎样？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这个简讯其实是印证过去2023年、2024年一些蓝白合的过程，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于说难怪当然曹先生说剿匪的时候，当然就有人说罢免有这么多可怕，有这么搞到这个样子，有搞到这么严重吗？可是问题是，你看看那个简讯，你会不会觉得细思极恐？如果那天真的蓝白合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后果吗？那后来当然会是没有合起来啦，因为他们到最后当然习没有。习是派王沪宁在沟通没有错，但是习也不会说硬说要一定要怎么样。对，那包括金溥聪也很坚持不可能，所以他们最后的求其次就是整个现在目前的情况，国会过半数，就是达到他们的目标了，就是这样子。那你们现在好达到这种目标的时候，你们终于这一年来就是把全国的人民都惹毛了，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现在以前觉得曹先生剿匪是不是讲太严重？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好像真的要去剿匪OK， 来元君，刚才美凤回应的这一段，还有将军刚刚讲到的，就是选举跟剿匪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刚刚就是说这个简讯，现在就简讯，我刚刚讲第一部分就是说简讯如果是真的话，我认为为什么会泄露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即便是那个简讯是真的，可是其实他也是只是张显耀的说法，因为我看那个讯息，主要就是说李文忠在转述张显耀说什么，那张显耀有没有夸大？是不是真相到底是不是如何？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还有求证的空间呐。所以呢，到底真的介入是怎么介入多人，从那个简讯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好，那至于说什么现在说罢免国民党就是剿匪，这个就扣帽子嘛。今天有。比如说，就举财划法为例，财划法是被认为是恶法，好像又是什么习近平小弟要通过的法案。但财划法的民调支持财划法的民调的人就是比较多，所以你说好，我知道像青鸟那个同温层，然后他们比较多，那你们通过为什么不送出来？为什么不送？因为那个时候准备要送啦。因为那时候陈玉珍的说法没有送出立法院，对，没送出立法院。你内部的县市长排平了吗？因为陈玉珍的说法是讲说，当时行政院的发言人讲说，这个财划法有可能今年就适用，那今年适用的话，变成今年总预算都要重编，所以他会缓送嘛，让大家不要有这个疑虑。这陈玉珍讲的嘛，对。那我只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做民调支持财划都比较多啊，可是财划法在青鸟的同温层里面被骂的一无是处那当然在青鸟同温层会觉得那个就是匪啦，那个就是习近平小弟，然后每个人讲义愤填膺。可你放到整个台湾的社会，到底是支持谁声音比较大嘛？所以我当然知道他们会骂我们抹红啊，什么这都是一贯的套路。可是关键是台湾人民或全台湾的人民有多少人是这样认为嘛？这个我觉得才是关键。不要现在看那一周，那你觉得全台湾人民是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或是？对，黄商主席，反正他现在刚才苏北大概有解释，他现在言必称赖清德主席或总统就是辩论。对，你中间有多少人找他辩论都没好，你们如果有人要辩，要排到很后面。蔡壁如有找他辩，蔡壁如也没有，对，他不跟他辩。
他一定要用这样一些模式才能够凸显出来吗？那现在情势是这样子，就是说，刚刚元之有提到，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同温层在刷罢免？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一个数据，我这边有一份就是最新的这个数据，这是镜新闻所做的，就是说这有2份，我们来看，就是说最新的第一个是针对各党立委的满意度，3个党主要3个党，民进党呢最新的是45%，那国民党呢往下降了，国民党上个月还有33%，现在掉到31.6%。那民众党是从29掉到28%，这里面只有民进党微幅上升，虽然差距没有说差很大，可是如果你跟上个月比的话，你可以看到，金马民进党满意度是往上走，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趋势是往下。那为什么？那显然就是从去年底到今年，这中间不就是通过那3个法嘛？然后还有包括砍预算这件事，所以。多数的，就是这些整体的民调来讲的话，这好像是有看得出来一个观点。然后往下看，政党的支持度、政党的变化，民进党现在的支持度是来到36.3，跟上个月比也是微幅上升，有上升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像国民党的话，上个月还有27点，去年底的时候21点多嘛，这个月剩18，掉蛮多的嘞。那民众党是微幅往上走1%，所以。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这个整个从财划法的这3个法的修正，包括像砍预算，你可以看到伤最重的反而是国民党，民众党次之啊，民进党反而还往上走哦。那在另外还有一份民调，一样是镜新闻，他就提到就是说，那到底大罢免这个风潮起来以后，到底你是赞成还反对？整体来讲，有46的人是赞成罢免，然后不赞同的是44，就是赞同是略大于不赞同。你说那差不多一半一半，对。可是如果你拿上个月1月的民调，美丽岛其实做了一份民调，在1月20几号的时候，美丽岛做了一份民调，当时全国有72% 的人是不支持大罢免，所以虽然不同机构做的，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1月的时候，过年前还有70几%是反对大罢免，结果到了这个月以后，过完1个年以后，支持跟反对的基本上是差不多，那就表示说，这个过年这个期间，其实民众的那些氛围是有变化，就是说，大概贵姐你料一9天的年假，大家在家里讨论亲家那盖小料一这些氛围开始有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次的预算是有点砍太重。我讲实在话，不然韩国瑜不会讲一句话。韩国瑜说，因为等下邱龙他要提那个预算的复议嘛，那当然复议是一定会被否决，蓝白加起来。但韩国瑜讲了一句话，韩国瑜说，你可以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但韩国瑜可能是说狗屎，抓起来破手伴手礼，就是说。5月大家在那边愿祭协调，总是要带一点欧米亚给。可是这是草包的行为，你被删掉的预算是不能追加的。对，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很奇怪。如果3预算，作为立法委员，拉回来讲，如果3预算本身是对的，我是为人民把关，立法院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把关预算，所以这些预算该删就删嘛，干嘛要追加？我做的是对的事情啊，所以当你提复议来的时候。我就把你否决，因为我要站得住脚啊！你为什么要丢出这个说我们还要追加？就标起公，你是不是自己也觉得说你们有一些预算删太凶了？就把原本还提了3、4千个案子，后来是舆论反弹以后，他们才往下缩，然后最后在那个幅度有缩减。可是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民众他的感受不好，在这个大罢免的浪潮底下，广白底下蓝白一起修的法，一起删的预算，结果是蓝营的人要出来扛，30几个蓝营要白营都是不分区啊。对，所以白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后来居上。我广白厉害了，黄国昌已经说了，他们已经召集到800名的志工要来。清除这些绿卫兵，然后开始要进行所谓的培训，就是罢免这个动作。然后他也点了几个要罢免。现在变成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白营隔山观虎斗，绿，因为绿的也有人被罢免，蓝的也有被罢免，两边都有人准备要受伤的时候，一边30，一边13。对，白营这时候反而站在一个高处，就很像以前战国时代在打仗。你知道那关原之战的时候，对不对？东军跟西军在打的时候，最后是谁？是那个小早秋，他决定压过来的时候。所以黄国昌现在的称势就是他站在那个高山上去看你们两边斗，然后决定我什么时候要从这个下去的时候，所以他现在一定会变大尾了呢。所以黄国昌现在的称势就是他站在那个高山上去看你们两边斗。然后决定我什么时候要从这个下去的时候，所以现在一定会变大尾了呢。我讲一句话，比如说原之来讲，黄国昌，如果你希不希望他去帮你站台？
问得好，大家已经问过他了，对啊，他有讲过，对，他有说 OK 啊，因为他现在变得很重要啊。是啊，因为对原之来讲的话，对蓝营如果要有白军来源的话，对啊那总是多一票是一票啊，当然就怕黄国昌不去。对对。那所以我现在说，就是黄国昌现在变成关键性的角色是说，比如说过去有一些蓝营的可能跟他相处不是很愉快的话，第一个我不帮，我不要帮倒忙就算很客气了，就看我脸色哦。你不要以为我是巴西小好拉塞卡，我就买多家呀。然后如果我跟你比较好的，我下去帮你，甚至我还可以帮忙罢免绿营的这些人。所以他的这些志工们，他的这个军团是不但可以反制国民党的罢免，还可以去加温民进党的罢免。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觉得风向开始有点颠倒。贵体人讲傅昆萁摸他的头刚一岁啊，拍谁哦，起码已经大家啊，然后加上他又即将征除为真正的党主席，所以他不理蔡壁如嘛，蔡壁如跟他辩，讲那个辩论会，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有看，你知道吗？那是线上，大概15000人在民众之声的直播，只要是黄国昌出来讲话的时候，下面都是宝贝。哦。国昌宝贝加油！因为他不是之前对他的老婆说宝贝嘛，他的粉丝们全部都叫宝贝。然后轮到蔡壁如上来的时候，读稿机时间到了没？为什么现在暂停了？现在是怎么样？好久哦，可不可以赶快下去？就因为两个人是对等的政见辩论，所以每个人的时间是一样。可是你看到那个下面那个刷一排，我真的为蔡壁如举一把同情泪。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是不是黄国昌代理主席，已经像刚才一中讲的，现在已经变成蓝绿之间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他站在哪一边就往哪一边。那现在看起来，当然蓝营跟白营就是大合作的一个状态。而这个大合作，当黄国昌一直不断的在往前冲锋陷阵的时候，某种程度是不是也塑造了一个共主的一个形态？尤其当他现在接着好像在前几天大概要招募所有的所谓的要铲除绿卫兵的时候，那全国制式大概400，现在是800。那同时也直接点名了民党的一些委员，让你听一下。来，台北市民进党的干事长吴思瑶，一天到晚在立法院负责做的事情就是造谣啊！我一定会去做的，就是屏东的钟嘉宾。你当一个立法委员，你已经跨越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我明天晚上就会有第一场志工培训了，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那当然啦，我们要过滤掉一些来乱的啦，或者是民进党想要派进来搞渗透的。舒佩，你们有派人去渗透？没有人渗透他，所以我不晓得他真的是这个是不是精神的状况有一点被迫害妄想症哦。我要讲的是说，在这一场的这个民众所发起、公民所发起的大罢免，跟国民党以国民党为主发起的大罢免，我认为民众党一定会参与，不然这半年民众党会完全没有声量。所以他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一定要出来喊呐！我一下子400个，隔一天800个，明天可能就8000个。他就会倍数的一直往上跳，为了要冲自己的声量。但是我要讲的是，被罢免的是国民党，到底跟你什么关系？你知道吗？黑的是你看西德又不西平德的道理啊。反正如果被罢免，也是国民党被罢免啊，赚到声量的是谁？赚到声量是我民众党啊。而且我民众党现在培养志工，其实培养志工是假的啦，为2026年练兵才是真的啦。比如说罢免吴沛忆，他会找谁去？就找吴怡萱去嘛，对不对？就是吴怡萱就可以，因为吴怡萱在选那边要选嘛，是嘛？那你看罢免吴思瑶要合作的是谁？就是黄静莹啊，黄静莹跟侯汉廷，然后跟国民党的林杏儿，那时候钟小平就已经讲了，这3个人已经结盟结好了，接下来在2阶段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啊。所以这些事情对国民党来讲，他其实是要以霸制霸，但对民众党来讲，他要借由这一次参与跟国民党一起这个罢免绿委的方式，能够让他自己在2026年有练兵，而且也去收集柴火嘛。但这件事情对国民党好吗？我是不懂啊。国民党已经被寄生到这个去年的总统选举，国台办不支持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另押了这个柯文哲，甚至还跟柯文哲直接讲，就是说他要帮他募款1亿耶。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要是国民党，我一定会很生气啊！明明是我跟你比较好，为什么你居然可以找其他的爱人？结果国民党完全不生气。另外，你知道吗？在昨天的报道里面，其实更令人害怕的是什么？郭台铭在去上一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在连署了90万份，后来他没有任何理由的不参与选举。
在报道里面写什么？他就是借由中国公司的查税，让郭台铭退选。这个是媒体报道的。如果这一件事情都属实，代表中国国台办介入去年总统的选举是非常深的而国民党不生气，然后国民党也不生气。国台办不爱我，爱柯文哲，我都觉得很怪嘛。那所以你接下来的这个罢免的部分，黄国昌一定会继续掌握这样子有角色，而且让自己的声量继续大，不只是争取不只是争取台湾人民对这个民众党的支持，也是争取中国的力量继续支持他嘛。所以刚我们讲的，在这个所谓的最爱中国官媒最爱用的台湾人物的发言，黄国昌才会挤到前20名嘛。那可是我要讲的是说，黄国昌现在在讲说要罢免谁，其实很有趣啦吼。他说吴思瑶每天在造谣，钟嘉宾跨越了人类的底线。请问你讲的内容是什么？你除了讲出很好剪那个短影音的标题之外，吴思瑶造了什么谣？钟嘉宾跨越了人类什么底线？而且在1个礼拜之前，你要罢免谁？你要罢免吴沛忆耶！你说吴沛忆怎么样？在议事厅里面都在骂脏话然后人家就说吴沛忆就说我没有骂脏话啊，我唯一讲的就是壮世代啊，所以就被人家笑说，难道你把壮世代当成是脏话吗？结果他现在就不罢免吴沛忆了。改过头来说要罢免钟嘉宾跟罢免吴思瑶，我认为他要罢免钟嘉宾的原因是被周伟阳老师激的因为周伟阳老师笑他说，你之前就说你要罢免钟嘉宾，要罢免最屏东的，我的求你无，因为呢屏东呢。你要从台北到钟嘉宾的选区你大约单趟车程要3个小时，来回6个小时，你一天就没了。我就笑你黄国昌说得到做不到，你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结果他今天又讲了，我就是会罢免，但是不是真的会罢免？黄国昌是不是真的说到做到，还是借由这样子的话瞎在冲自己的声量？我认为是第二嘛，为了只是冲自己的声量，然后这个等党主席选完之后，他真的让他自己的民众党的这些相关的议员投入选举，然后再继续寄生国民党，吸取国民党的这一些支持嘛。那对国民党来讲，我不知道啦，对叶元之来讲，可能真的很需要他的支持，因为他需要他的冲粉。在如果真的有进到2阶或进到罢免的投票的时候，能够出来支持叶元之，但对国民党来讲好吗？你让他进去之后，这边洗过的票就会变成民众党的票，这对国民党来讲真的理想吗？我是不晓得国民党为什么到现在都看不清楚。元之对于国民党会好吗？我先讲我先回应一下那个镜新闻的民调因为。我就讲游盈隆嘛，他也算民调专家啦。他看镜新闻的民调，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总共有大概20%几的人都说他有参与第1阶段的联署。那游盈隆就回推如果23%的人都有参加第1阶段联署，全台湾大概有470万人有第1阶段联署。那大家想想看，有可能吗？有可能吗？你就会知道说他这个样本抽样有没有问题了。那至于说其他的，我都尊重啦。那第二个就是黄国昌，他是说他不是挺国民党那他是挺民主，他是挺反对绿卫兵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啦，就是说赖清德总统虽然是去年520上任，但是他也选上1年多了嘛。那过去这1年，到底我们政府推了什么福国利民法案让你有感的？还是说你的印象就是不断的斗、罢免就是一直不断的复议？那就让国家觉得陷入一个很纷乱当中。那当然，民进党都会说，这罢免是公民团体。但是我在立法院，我们的感觉就不是这样嘛。柯建铭每次在跟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要把你们全部罢免掉，然后叫韩国瑜我要罢免掉自己要来当主席。然后有一个立委很会16吨的许志杰，哇，在那个内政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弄了一个9宫格，他说我们要精准罢免3类人，一定要罢。第一类。赢得少的所以就说我嘛就是说因为我赢得少，所以要罢免我嘛，狮子要挑软的吃嘛现在罢免团体跟民进党都带一个狮子头羞辱我然后我也笑啦，因为我是选赢的嘛。如果我是狮子，那你们其实在羞辱被我赢的那个人那好，然后说仇恨值高的要罢啦
三角都的要罢啦，这是民进党许志杰，所以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不断的在主动的在主导这个罢免，公民团体配合，然后现在他们讲说，这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哦，这是公民团体的，我真的觉得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呢你们最近有提一个，因为去年的税。对，我们征收的超征的5000多亿，所以你们现在主张全民每个人发1万啊。我们现在是这样，就刚刚黄国昌的，我简单讲完，就是说，所以黄国昌讲说，国家不能这样子嘛，大家要出来，这次我相信最后大家要进到第3阶段投票的机会都非常高，那要出来投这个不同意票，是对，我觉得就是对大家过去1年来执政党主导的这一堆纷乱的一个反对嘛。你看现在哦。连那些青鸟要在路易莎外面，要在路易莎外面那个什么那种罢免的事情，路易莎公告说我们不支持政治活动，青鸟都可以出征路易莎，说我们有10万人联署，你完蛋了。什么那种罢免的事情，路易莎公告说我们不支持政治活动，青鸟都可以出征路易莎，说我们有10万人联署，你完蛋了。现在台湾已经陷入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苏培刚刚讲的那一段跟你这一段其实没有冲突。我觉得有很多民进党的朋友讲的意思是说，如果经过这一段，黄国昌一直带头领着冲锋陷阵、喊打喊杀以后，可能所到之处，最后有很多人，包括蓝营的，尤其像深蓝或什么，一定有很多深蓝的人很讨厌民进党。讲白一点，很讨厌赖清德，一定有。但是这时候他们找到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就是黄国昌，只有他能带领着我们，能够喊打喊杀。国民党看起来没有哪一个主帅能够直接像他一样讲话这么有魅力，然后包括网络流量这么大。所以未来是不是等于黄国昌借着帮国民党这一段以后，所有的包括那些国民党支持者，搞不好会有一大票。最后变仓粉，就是变成他们地下党主席。地下党主席就是表面上是朱立伦，那地下真的就是党主席是绿营的反绿的共主，就像当年的毛泽东7分发展，2分应付，1分抗日，对抗绿的意思。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就是延续柯文哲副东局、副东美计划嘛，而且国民党现在看起来是乐观其成啊。你知道吗？刚刚元之讲的说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你们要罢免我？我告诉你，刚刚大家在讲说，为什么光过年这一段期间有罢免的这个民意啊，会增加这么多？2个嘛，一个就是3种预算，3种预算升到现在这个5院长大家集结的时候，韩国瑜说啊，不然你们追加，这第一个违法，第二个是如果追加预算。是因为我就认为说你就删的不对，对不对？然后所以你还有第2个原因就是选罢法的图形，你选罢法的图形让所有的公民团体从除夕到初5都在工作，这些不是民进党可以动员的，而且再来我问一下啦，曹兴诚是民进党可以动员的吗？民进党叫曹兴诚出来就出来，叫曹兴诚出来领衔罢免徐巧芯。他就愿意吗？我觉得不要去弱化所有的公民团体。刚才讲这段，来先回应一下刚才黄国昌会不会变成地下党主席？不是敏凤说的，民进党一定会希望说，哎呀，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要合啦，因为他们也会怕嘛。就说国民党跟民众党如果合起来，支持者合起来要罢免民进党，他们也会怕嘛。所以现在当然就是，哎呀，你们国民党小心啊，黄国昌来吃你们，他不怀好意啊，你们最好拒他于千里之外啊。其实这个都是话术啦。那至于说罢免的理由，这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嘛。我去年1月13号当选，要罢免我的人1月20几号群组都成立了，什么时候还没做嘛？就都已经成立。曹兴诚都特例啦，你可以去检验说到底是后面到底是哪些人来推动嘛，主力是谁啦？那至于说，我觉得现在因为就是曹兴诚。曹兴诚他是一个特例啦，他还花钱弄了一个办公室。民进党也很多人参与其中啦，我就不一点名了啦。那至于说，你点名啊？可以啊，民进党的几位议员有没有去找里长去拿联署书嘛？我觉得你应该搞清楚，民进党有一个立委啊，已经看到我的位置，口水都快流下来。每天我做什么，他就在攻击我。这些议员找曹兴诚，这是搞不清楚。这个政党恶斗成这样，然后还要把自己讲的跟圣女贞德一样，真的不要再演了。但是我要跟我先问一个这个，这是邱明玉爆料的，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有这个民调吗？
邱明玉爆料说，就他了解，内部民调叶元之罢免同意大于不同意12%，有没有这个民调？因为我们问过国民党内部是没有，但是我今天因为刚好有上邱明玉他的广播啦，我有问他这个事情，他说是民进党做的。那我就不晓得内部民调对，那我就不晓得了，他讲的嘛，因为对，但我要回过头来讲那个，我刚刚问我们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掉入民进党的战场里面，他们一直要搞罢免，就会让大家忘记他们执政的问题，像 NCC 跟人家收750块审查费，你看执政那么差，大家不会去一下就忘记了，所以现在就是开始我们要找一些民生福利的议题来讲，比如说小武哥刚刚讲的，那我们去年啊税又超增了5000多亿嘛，从2021年到2024年，我们的税超增了1兆8000多亿。那过去也曾经有还税于民的经验嘛，那这一次我们就主张说，是不是一个人可以补发1万还税于民？那因为你5283亿，你扣掉一人1万2300亿，其实还有接近3000亿的这个超增的额度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先提出来，然后我看到民进党也没有很强烈的回击，因为吴思耀他就讲说，那要不要干脆3兆元都拿来还税于民？不是嘛？那3兆你有的要用嘛？我们现在讲的是你超增的部分嘛。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罗泰自己讲说他是 AI 内阁，可是我们在 AI 这一块，我们到底有什么进展 ？AI 基本法到现在，从去年很多委员都提了版本，但是行政院一直没有版本，所以我们今年也要推这些东西，诸如此类。还有就是过去所以不会有政治一些的法案会尽量降到最低了吗？政治的其实政治的法案，我现在没有听说有什么政治法案，但是我们主席在那个中常会宣布的，还有最近我们讲的都是讲说一些，比如说跟去年也是这样说了，劳团有关的哈，例如说我们现在劳工过劳嘛，那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假日？好，这是最近大家比较常讲的法案。我们先把这个回头看，明凤。所以包括赖清德总统召集5院，然后韩国瑜讲的那段话。你会怎么样解读这样所有一切的动作？有人讲说赖总统所讲的要走完所有民主宪政所有一切的程序，就是指这些吗？那如果真的民主宪政程序都走完了，那接下来呢？那大家势必变成还是中距一战吗？没有，我觉得由总统来讲说要大罢免立法委员，这的确是不对的啦。哈，那行政院长也不可以嘛，因为即使立法院再烂，我们还尊重立法院，的确是我们的最高民意机构。但是问题是说，你现在就说他现在也有党主席，但是你现在就说你的民意到底是怎样？人家就说你现在不罢免，就人家换罢免你啦。那这个刚才易中有讲到这个民调的事情，我也不晓得，因为它是不同的基础，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当时美丽岛做的是72%反对，可是如果你因为那时候的也许气氛有变，但是你去仔细去看。在绿营的立委的部分，赞成的话是10%，在蓝营的立委部分是25%。其实你这个数字应该是要这样看，所以你表示说你赞成罢免蓝立委的这个民调是25%，那你等于就是你可能就是已经接近可以投票的这个所谓的门槛了嘛。那所以说，那你今天也许过一个年之后，因为你总预算的东西或是怎样，所以《镜周刊》今天做出来又跟上个月的做出来的不一样，但是不同民调我一向不是，就不用摆在一起比。对，那但是《镜周刊》我就讲说，他现在做出来是赞成的比不赞成的多啦。但是我觉得总统是这样啦，我觉得总统当然是邀请5院院长，其实我们在这里讲院际协调也讲一阵子了，那。可是你们现在弄出来的，那你们又要求我甚至觉得说，你党主席要不要叫各党的主席来协调？当然。你如果就朝野政党主席对，但是如果你黄国昌坚持要1对1，那就没办法嘛。OK， 那所有的来宾呢，把整体大罢免的一个氛围，从不管是最近几天媒体的报道，然后生活跟老共那个地方讲跟罢免，我们的罢免跟剿匪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大氛围现在看起来，包括蓝绿白之间各自会是怎么样？可如果你进入到个别的一些罢免，好，包括现在民团对于蓝营提了32席，然后蓝营对于绿营的委员提了13席，到20号以前，好，翁小玲委员虽然他在那个立法院里面有讲说，他觉得要重新，所以呢，应该是适用那个新的选罢法，也就是说要附身份证影本。但中选会已经说了，中选会讲说，如果已经提议的话呢，原则上应该是适用旧法。那不管怎么说，
这几个大罢免在20号以前算一算，因为还有那个法案生效的一些日期，算一算20号以前还是适用旧法，所以在20号以前会不会还会有各自阵营会再提包括哪几个委员要再送罢免？看得出来，这已经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因为光到目前为止，32-13就已经远超过我们现在区域立委的半数以上，越来只会更多。但是谁会进入第2阶段，甚或到第3阶段要直接进入投票？现在看起来，尤其个别一些委员。那时候大家会好了，我用调侃2个字吧。有很多人讲说，岳元之是不是最危险？在过程当中风头浪尖，所有的人焦点都集中在他身上。到了上个礼拜，氛围批变，李彦秀委员的包括房屋啦各方面的这些东西，攫取了所有大部分的一些目光。大家在讨论为什么会这样。甚或像邵逸夫有讲说，这会不会变成蓝的一个破窗效应？因为还有其他万一有要被罢的人，也有房屋的一些问题，会不会都被拿出来在地方上会不会都被拿出来检讨？但是看起来，将军，下一波是曹兴诚对上徐小新吗？是，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大家现在最在乎的，因为曹兴诚确实是大咖，对，巧芯不可讳言，巧芯在声量啦或各方面，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声量女王。对，所以这2个真的是大咖硬碰硬吗？这个罢免几件事情才会构成他进入到第3阶段的政治投票。第一个，这个被罢免的对象要有故事性，徐小新的故事不少吧？哇，太多了。然后要提案他的这个提案人曹兴诚曹董，他的故事也不少，所以提案人有故事，被罢免者有故事，所以这2个一定会有火花。第2个，对抗性，曹兴诚是软柿子吗？不软啦，不软，曹兴诚不软啦，有资源啦，又能说啊，本身自己有频道，然后又有这个 camera face， 他是有那个魅力的。那你认为徐小新是软柿子吗？也不是啊。我跟你讲，他是蜜獾，你不要忘了。对，他蜜獾，他逢人有仇必报，见人这个佛挡杀佛，人挡杀神。那他这绝对是，所以你说曹董对上徐小新有没有对抗性？有对抗性啊。我们看篮球比赛一队被压着打，我大概看完第2节就关电视，不好看嘛。可是呢，如果呢那个分数一直咬得很近，你来我往，你来我往，我看到第4节最后吹哨结束的那一刻，我还在拍手。这对抗性。最后就是整个故事的延展性。你说徐小新对上曹董，这老道收女妖，这个故事多有发展性啊！曹兴诚说老道收女妖，徐小新说是被屠宰，曹贼，他妈曹贼，对，所以还没开始，大家都已经哇，这个就像那个2个拳击赛要开打之前。对不对？然后2个拳击手开始互相叫嚣，你是弱鸡，你才弱，你全家都弱，我弱，你试试看。还没打就热起来了，所以我才说，曹兴诚当这个提案人对上徐小新这一组，绝对是全国最热。真的全国最热，因为其他的这些提案人有哪一个的名气有比曹兴诚响亮？没有。但是我说每一个从政同仁。可能都有连任的经验，可能连任好几次，或者是你是市议员一直赢到立法委员一次都赢，这种经验很多。有几个人有被罢免的经验？没有不多公职人员选举选出来之后，你有被罢免的经验的人非常少。即使是常胜军，尤其是在那个舒适圈里面，那个铁栏区嘛，怎么可能有人敢罢免我？不可能，放心，绝对不会流到我头上。后来罢免你了。而且呢，出现的是这么一个大咖，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选举的经验很多，反罢免的经验很少有人有，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罢免当成选举打。反罢免的经验。很少有人有，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罢免当成选举打。我告诉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对，其实不一样，因为你的对手他没有要选，那个选票上只有1个人的名字，是，他不会出现2个或3个。你如果要参加正式的选举，那个选票上有2个到3个，2个或3个，所以你有对象，我要打我的对手，我要做我的对手不好，说我自己很好，所以我就会高票。你现在打提案人无效只要提案人的资格符合，不要被退件。第一个，他在户籍落户超过4个月；第2个呢，他有中华民国身份证；第3个，他不是军公教人员，军公教人员不能当提案人。那除此之外，你打还有什么用？
我提案人一定要是这个品德100分，然后清清白白，没有，我只要符合提案的标准就好。所以徐小清去打曹兴诚，说啊这是曹贼啊，这根本是背骨啊，对背骨啊，曾经对中华民国不忠，这有事吗？没有事因为选票上不会出现曹兴诚的名字选票上只会出现徐巧芯的名字所以你去打曹兴诚有用吗？没有用。所以我就说面对罢免，很少人有经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打，哪怕你是一个选举常胜军，你面对罢免就是菜鸟。所以我才说这一场的这个所谓的竞争我们讲拳击赛也好，从开场就热了，从开场就热得不得了。我骂提案人说：“哎呀，我是这个降维打怪我老道下山。”各位，这场罢免有多热？所以我才说，我们一直在认为说，这个所谓的舒适圈、深蓝区很难罢免，对，理论是如此。可是如果呢，一来一往，我就讲嘛，两个人有故事性。第二个有对抗性，对抗性最重要。一边倒的这种罢免没人看，两边你来我往，你来我往，那就是叫做什么呢？水涨船高。因为刚才讲说，本来大家还在想说，像对于第一阶段大部分地区提及第一阶段都还容易。对，第二阶段过不过，其实那就要看本事一些。那包括徐小清的选区，本来大家都长期讲说是不是比较偏蓝性或者什么。可是如果跟曹兴诚之间叫一来一往互对，像刚将军讲的水涨船高之后。因为如果要进入第3阶段投票的话，是有辩论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人这时候在等着看。如果要是在辩论场上，徐小清对上曹兴诚，两个人直接在场上那个火花四射的，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吃瓜观众的心态，但是光这样子会不会就把这一局推到第3阶段去了？他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像元之，元之你的提案的领衔人是。10数嘛，对不对？OK， 对，所以如果过了第二阶段，你也要跟他进行辩论，对不对？对，所以所有的这一些，是不是都造成有一些地方本来觉得大概不会吧，就第一阶段热闹过去，可能少数的地方会过，经过这一趴，会不会因此过了第2阶段，尤其像巧芯的这部分，苏北，如果这样的话，因为不要讲说到最后了，到最后那个辩论一定有很多人在等着看这两位之间的你来我往，光过程当中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以巧芯刚讲，我们在节目讲过蜜獾，各位你去问一下谷歌大神，那个蜜獾在非洲草原上面，对，他哪有怕过的？你是狮子，你是老虎，他从来也没有怕过不就是这样吗？我认为徐巧芯的这一局这个罢免不是只有徐巧芯，其实是整个台湾都会看到，而他站得如何，也会影响到国民党其他区被罢免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曹兴诚选徐巧芯这一区来当领衔人，其实是其来有自的。再来，徐巧芯就如他所说，他就是个蜜獾，我也不怕你站，我就等着看你领衔人是谁。当你领衔人出来之后，我找你领衔人麻烦，到时候你光要帮领衔人擦屁股，你就擦不完了啦！你怎么有时间来罢免我？但现在这个曹兴诚偏偏就选一个，就是你蜜獾这一区，我就来罢免你。这个出来，我认为对徐巧芯来讲有没有伤？很伤徐巧芯在10号那一天，针对这一件事情，大家如果对这个画面都还熟悉的话，徐巧芯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你曾几何时看过徐巧芯拿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他那一天是拿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所以他虽然说他口出恶言骂曹兴诚说什么他是背骨仔啦，被他罢免是我的光荣啦，我会继续斗争不会让对这种对什么中华民国立场不坚定的小人得愿所偿虽然这一些都是他讲出来很凶狠的话，但他是照稿念代表他在不在意？很在意但代表这个人来罢免他，对他影响大不大？我觉得很大。所以徐巧芯面对到曹兴诚，我认为他的战力会降低。所以那一天徐巧芯不是还跑去叶元之的服务处吗？说要帮叶元之看说服务处有没有开他那时候还有闲这样做。但是如果是曹兴诚来罢免他，领衔罢免他的话，我认为徐巧芯就没有这个气力了。那国民党会不会怕？我认为会怕。所以今天王文辉今天开了一个记者会，就说要把
这个所谓的所得这个税务超征的这个部分，要拿1万块出来普发给所有的台湾人民。他为的是什么？就是用这种绑桩的法案，让人民讲说啊，有啦，国民党立委有做事，你看他就1人发1万给我们呐。但是你觉得1万就可以让想要罢免国民党的这些公民熄火吗？我认为太小看台湾民众。如果刚刚讲说徐小清跟曹兴诚这一仗的话，我先回到徐小清跟曹兴诚。一中，年轻人好了，年轻人在这过程当中，大家都说，本来都说年轻人是支持白银的多，现在看起来这整个罢免的推动，也有很多是年轻人在这中间的参与，尤其对这一局，曹兴诚不可讳言，他年纪确实比较大嘛，对，但是这一局如果对上挑衅这些，对以年轻人的角度会怎么看这一局？这样就是吃瓜啦，因为双方都是战力精神啊。你要了解，就是说，当然徐小清本来就是战力精神，一直以来他当初。集老费那一战到现在还是很多人津津乐道，就是摔跤啊什么，就是有没有？所以他其实本来就是已经是瞩目的焦点。然后今天对手又是刚好就是曹兴诚，曹兴诚又是其实这一次的那公民团体其实我不敢说是头，但是曹董其实帮了很多忙，就是这些公民团体，他算是头之一了。对，应该这样讲，对，就是算是发起人之一。所以这等于是双方国民党声量最高的徐小清对上这是罢免团体里面的那个领衔人之一的就是曹兴诚，这当然很精彩。他已经有点在统合了。对，所以这当然精彩啊。那当然这个过程中，这个双方的交锋，你说从年轻朋友来讲，一方面就是吃瓜，二方面就是看这个过程中，然后再来决定要怎么投。我补充一下，包含刚刚这个于将军所说的那个缴费。其实都是曹兴诚一直力推的，对他认为这一次罢免蓝委最重要是跟中国共匪的战争啊，不是跟国民党的，也是跟共匪的战争，因为国民党是共匪的代理人。曹兴诚是直接把格局拉到，就是说这是反共的战争啊。然后这里面那就是由年轻朋友双方辩论，然后看你当然这个赖清德选举的时候也用过这一招。我相信国民党和民众党因为国民党席次还是比民进党多嘛。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啊，其实连带的，你说这些年轻朋友，因为其实罢免这些年轻朋友很辛苦嘛，志工过年那边签署，那只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案外案，就会让年轻人突然那个加深那个所谓的仇恨值。比如说我们上礼拜讲的李彦秀，李彦秀其实高嘉瑜打他那个房产的事情，又不是今天来打，他2024年选举前就已经在讲。是啊，但当时也就是好像船过水无痕，云淡风轻。不是那时候大家全国的焦点都在总统，那3组总统候选人的时间都已经快分不完了，哪有这么多？我们节目1天也才2个小时啊，可是我怎么有那么多时间来讲到这个？大罢免这个浪潮回来以后，突然就被大家就开始去关注他的焦点。那我觉得李彦秀他一定会想说，奇怪，这场台过去也不是没讲过，你干嘛现在一直针对我？我觉得重点是啊，不是说你家有钱不对，因为他们家本来就累积很多财富，这个我相信年轻朋友不会去 care。大家 care 的是什么？除了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诚实申报？这才是重点。就包括今天还有记者去问他说：“你富乐顿，你后来买那个富乐顿的房子，不是说一个月出租台币28万，3年1000万台币吗？你到底有没有申报？”那李彦秀就是飘过去说：“哦，我已经说明了，谢谢。”他也没有就继续去回。他不是讲说那在中华民国法定的话，他没有到那个额度，所以不需要啦，或者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态度，他昨天去上光庭姐的节目有讲，然后有流泪，但是今天记者再继续追问的时候，他就撇开了一个橡皮。年轻人最在乎的，我们常在节目讲，相对剥夺感是不是很重要？除了相对剥夺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诚实面对。诚实面对。我刚才已经讲，你觉得他没有诚实面对？他今天如果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接受记者的直来直球。再解释一次，我们很喜欢讲柯文哲当年面对 MC149那个案子，他就是直球对决啊。可你看后来柯文哲面对那些政治先进案子，包括伊利扣啊，就是东闪西打，包括他老婆也只是选择几个特定的媒体在那边受访。李彦秀的情况有点像啊，他不敢就是直接，我觉得他今天就是直接开一个记者会，清清楚楚把他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毕，包括现在大家质疑他有没有绿卡、你社会安全码这些，那李彦秀当然说他没有，没有就没有，你把证据拿出来一次摊开清清楚楚，我觉得。大家就会说哦，那不案子就结束。可是他一直回避的结果，就会变成是，媒体人就会继续追打他，包括像是中州那个什么有没有什么黑工这种事，我觉得他们的反应并不是很直接。现在年轻人要的就是直球对决，这也为什么徐小英受欢迎，就是他直接嘛。所以你李彦秀就直接就一枪就说我的是啊，那你就不用再吵啦。可是你的那个态度的闪躲，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为什么要闪？
是不是这里面有猫腻？那当然有猫腻，我们就继续追。他当然很委屈，他说他的孩子跟老公在美国，还要被人家这样去跟。可是我觉得你今天踏进这个厨房，政治就是这样子。你今天要在这个战场上，你只要一次把话说清楚，记者会都开完，我相信不会有第二次。可是你一直没有拖到结果，你看从上礼拜拖到这礼拜，大家今天记者还在追他这件事。同理嘛，那像新竹，我的老家新竹林思明立委，之前是国民党书记长。最近时代力量王婉玉就指控他那个就是超贷案嘛，那其实案子也不是今天发生，王婉玉当时在选，因为他跟他选同个选区，那就是新竹县2选区，就是竹北往东竹东那一区，他那时候就开过记者会就讲这件事，当时也是云淡风轻，也就是过去。可今天又出来讲，然后林世明他说我那个案子市价是什么6000万，那王婉玉说不啊，你贷款3500万，可是去查你当时2018年的实价登录只有3000万，你3000万的贷你怎么可能贷到3500万？这里面又有猫腻。那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认为它会越来越多。因为我刚刚讲，因为当总统大选的时候，目光焦点一定在总统那几组候选人。全国同时选立委，我们的区域立委有70几席，所以你在那场选战里面有几个立委的一些讯息能够浮出来变成全国焦点，但这次罢免不是，最起码到目前为止，被蓝营32个被提，绿营13个被提，好，我们算1/45好了，1/45，你再扣掉，应该有很多人到现在观众朋友你还不知道有哪一些人被提了罢免的，因为那些名字你可能根本还不熟。大家最熟悉的几个，夯不啷当加起来不到10个。你再把这些弄一弄的话，所以未来这场大罢免战，目光焦点肯定就在这几个人身上。任俊，第一个我就讲，本来好了，原之在这，因为人在，我们可以直接在面。本来大家都在讲原之这一席，然后那个过程一直讲，到了上礼拜变李彦秀委员那一席，房子的问题，还有包括刚第一个讲相对剥夺感的问题，包括讲说有没有诚实申报，有没有诚实面对，是真的对他上一副的意思是说，不是李彦秀一个人的问题哦，其他如果有被提被罢免的人，万一在地区本来在以前就过程当中有被人家提过有房子的问题，有没有违建的问题，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全部都弄出来？那对于那更不要讲徐小青跟曹兴诚了，现在是两边各自校正而已，还没有出现。那包括曹兴诚阵营这些人有没有去提徐小青？还有什么事情大家要再来互相检验，那就更热闹了。我觉得破窗这件事情本来就会在这里发生啊。就比如说大家提到说原资啊，那我帮他讲一下，他真的有在做服务啦。他真的有在做服务。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有些这个事情有选民什么有找他，他其实也有做。但是你说这足不足以说，因为他有做了服务，然后就让这个选民完完全全认同，这他现在必须要去面对的状态嘛。可是即使到现在为止，原资坐在这边，我们只谈叶元之吗？当然不会啊，不会嘛？当然啦，你也会问他李彦秀嘛？是，那他怎么去回应李彦秀？你也会问他李彦秀嘛？是，那他怎么去回应李彦秀？所以对于他在呈现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只面对单一的问题，就破窗会从这里来嘛。就说好啊，你要帮国民党的谁谁谁辩护，你要帮民进党的谁谁谁辩护，那大家就会讲说啊，你都弄赶快嘛，这样戏啊。因为你自己会说啊，我在美国可能也没，我也没美国你有房子吗？没有但是我有社会安全。念过书，你就念书嘛，念书都有，是。你看，我就帮他。李彦秀也是有社会安全嘛？是，我就帮他问一下嘛。就说这件事情，当他要去帮他辩护的时候，人家说啊，对啊，你们这都一样嘛，你们都是这样的时候，那你完蛋了，你跳不出去了。刚刚提到说李彦秀在处理高嘉瑜的这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当时总统大选大家高度关注嘛那还有一个状态，高嘉瑜在当时谈什么东西？民进党也没人理他啦。我讲白一点嘛，他在那个选区里面，那个多少这个亲绿营的人摆明说我去支持那个另外那一个，对不对？那现在的高嘉瑜不一样了，好不好？现在多少人拿高嘉瑜讲的东西出来讲？因为很简单嘛，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个时候高嘉瑜因为他个人的这个状态，让民进党内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民进党公开还是提名了他了但是有多少人讲说没有啊？我们比较喜欢吴欣岱啊，我们去支持吴欣岱啊。所以那个时候不会有人去帮你高嘉瑜说我们帮你这个议题炒起来去做热，但现在没有了啊。现在高嘉瑜提了什么，大家都对啊，你看啊，确实是这样。所以当李彦秀出来讲说，
啊，你们当时就吵过了，根本也没有吵起来。对不起，我觉得这一点燕秀搞错了。为什么？因为对所有人来讲，这都是新的，这都是新的嘛。因为在当时没人谈。可是你说这件事情一路吵到现在，未来你可以想象一些画面，不管是巧芯，不管是李彦秀委员这些。地方诸侯一定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就像在台中有哪些人，如果要是被喊爸喊什么，卢秀燕到最后一定会出面护盘，然后包括带着所有这些。现在不就是吗？包括李彦秀跟蒋万安之间合体，巧芯跟前一阵子就跟蒋万安之间在镜头前面有那些合体，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地方这些诸侯势必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再怎么样，我要护着所有这些人。现在就这样，所以现在打不是单打一个徐小新，单打一个李彦秀啊，你就连蒋万安这一块也一样要算进去啊。那我们谈的是新北啊，侯友宜在哪里？燕之，侯友宜。有侯友宜当然会帮忙，一定会。燕之面带微笑，一定会。就说现在大家反而高度关注是卢秀燕她去帮谁站，去帮。可是就地方上面来讲啊，对不对？那应该很白嘛。当然啊，对不对？那刘荷兰如果想选，刘荷兰也可以去帮叶元之啊。李四川如果想选，他也可以去帮叶元之啊。对，这些来讲，那个真的叫做在地。可是。好了，你说有就有了。你说未来他会去嘛？他说未来嘛啊。但现在大家笑成这样干什么？没有，就是他的态度太可疑了。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我是提出一个，你怀疑吗？不是，我是提出一个很合理的事情嘛。就是说卢秀燕她在地，你刚刚特别提到台中那几个，对，卢秀燕她一定要跳嘛？为什么？因为卢秀燕在当地是有号召力的，而且当时推出 F4的时候是卢秀燕这边起来的。是，对。侯友宜在新北搞了这么多，侯友宜在新北的票有少吗？不是讲总统那一段哦，就是他连那个新北市市长那个连任的时候，他的票也高啊。所以有些人在当时就会讲，我也公开讲过啊，我说民进党在当时打说他会绕跑去选总统那件事，在侯友宜竞选连任新北市的时候是没有发酵的。OK， 为什么？他的票比得上市还好嘛。那可是现在侯友宜在干嘛？那侯友宜现在在干嘛？我觉得这些对很多人来讲，他是一起的哦。对不对？我提一下曹新成哦。其实徐小新去打曹新成的这件事情哦，我真的只能讲，他就是在吹自己的支持者出来而已。就是蓝营去骂曹新成还少过吗？光那个黑熊学院骂了多少次啊？对不对？就是讲说你那个不好了，就搞了这些事情。所以徐小新其实做的事情很简单，他很清楚的知道这叫仇恨动员。你不用管说他扣曹新成什么帽子，因为那已经不重要，因为曹新成他不是第一天被人家被蓝营拿出来质疑，他已经被质疑太多了。而他去挑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讲哦，我不知道元之会不会去看一下哦，因为合理上面来说，如果地方上有人要罢免谁，被罢免者一定会派人去看一下，我这个罢免的联署站有没有很多人嘛啊？谁在搞事？地方就是这样啊。你不会只认识自己的条阿咖，你也会认识对手的条阿咖，就你如果发现到说今天都是别人的条阿咖在那里搞这些事，其实你大概可以知道他能够动员出来的联署份数是有多少，就差不多那样。但如果你今天会有去看，有发现到说其实这些人跟条阿咖是无关的时候，你要比较担心。好，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看到好几个开始回防地方了，开始回来走。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之前元之也在节目上都讲过嘛，为什么只针对我？对不对？大家都有份好，现在终于得偿所望嘛，对不对？好几个全部被拉下站在前面了。但问题是，现在如果绑成生命共同体的时候，你很难再去切割说那个是他的，那个是他的，跟我无关啊。元之，未来你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角度，就是全国被罢的这些委员，然后大家所有串联的去打这一仗吗？那现在看起来，在未来你可以预估到最热应该是巧芯这一仗，然后李彦秀委员，因为今天最新的讯息是监察院立案查核李彦秀委员的财产申报这些事情，然后这个财产申报一件事情跟过程当中那一段如果再加在一起，某种程度有点雪上加霜，因为一定会被再继续炒，所有这些，所以这些人都站在你前面了。因为我们现在研判是刚刚有就是其他来宾分析讲说。我们现在做什么会影响到2阶会不会通过嘛？但其实我们自己研判是2阶一定都会过啦，都会过，应该是一定都会过。你所谓都会，你们被送了32席啊？对啊，32席都会过，因为它是不同，不会全过。我们的第一阶送的人比较过。如果没有全过，当然很好啦。但是我们是做最坏的打算哦，因为现在民进党已经
之前像我那边，其实很多民党都在帮忙连嘛，这也不用大家不用否认，因为就像仁俊哥讲的，地方很小啦，谁来做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嘛。也有民进党党员跟我讲说他不赞同这个罢免，所以有人去跟他叫他连，因为他是民进党党员，他说他就没连，这个我们也都听过。但是我们那一区民进党的有在运作，那别区我相信也是类似的状况。那如果2阶民进党有在运作的话，那要过的几率是非常高，就看基隆市长谢国樑的例子就知道了。那现在民进党已经不要从暗柱变成明柱了嘛？之前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都是听说嘛，就我在地方听到的消息嘛。那现在像不管是林俊宪，林俊宪他够有代表性的吧？他是赖清德主席的子弟兵啊。还有新北市的那个党部主委苏巧慧都已经公开讲了，他们就是要来公开来罢免国民党的立委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2阶要过其实是很容易啦，我觉得啦。那当然，敏凤姐这个诚以吉言呐，如果有一些人他2阶没过的话，当然更好啦。但我们是做最坏的党，你是早就做好心理准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准备。真的哦。所以徐小新他为什么会采取那种比较热战？他直接去挑那个曹英成打嘛，因为既然2阶会过，而且这次是绑在全国的大热战，而且现在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会不会去绑那个公投，因为民进党现在有动作是要把财划法拿去公投，那到时候大家就会想象4年前的时候，民进党整个行政院的资源在推动公投，所以会很热。那在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要过25%的那个同意的门槛很容易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只能把不同意票吹出来，让不同意大于同意。那小新那一区他当然可以这样做嘛，因为他现在就是他那区比较蓝嘛，所以他就可以吹蓝得出来。不同意大于同意，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策略。那刚刚仁俊哥讲到那个服务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哈？这个要讲一下涉及新闻，因为这个，我跟你讲，现在因为叫罢免收钱，我觉得现在罢免就是很多真真假假的消息哈。李彦秀委员因为他的状况我们不是太了解，所以也不太适合帮他发言。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太多真真假假的消息，像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把我们讲得很烂嘛。譬如说现在我就一直被霸团贴标签啊，说我就是在混啊，都没有在做服务啊，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没有跑基层啊，都在混，他们就是在贴我这个标签，所以就一直讲我没有在做服务。之前霸团讲说我没有服务处，对不起，是说我服务处从来没开过，他们讲的从来没开过，去送件的时候讲。所以才有徐小新为什么跑到我服务处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想要去直击说到底有没有开，就有开嘛。那有开之后呢，那些人又找到另外一个话题，说因为徐小新只有在外面的，没有进到里面。他说你看叶元之服务处这么小，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不是我的桌子在。我在里面有会议室嘛，我里面还有3个房间，有一个大的桌子，就是怎么样一直挑毛病。然后说什么我服务处9月才开，怎么可能？我已经做议员5年多，我才当立委的，我有可能9月开吗？我是因为搬家，服务处搬家，然后被讲成9月才开，就是把我们就一直贴标签，没有在服务，然后说没跑基层。我去，像我最近在发福袋嘛，去上发福袋，那个就是吗？对，我等一下讲这个福袋这个东西，然后就有民众，你现在就可以讲了，你现在可以讲，就有民众遇到我，就说袁志长好常遇到你哦，我说对啊，我说那么常遇到我，但是这个在节目上按秒收钱，没有，那我可以大家可以看我的直播，李彦秀发生，所以你就变成不重要了，变男二，所以我只是澄清，因为他有谣言，他太常看到你。其实我是很认真的跑基层，但是为什么他们贴我这个标签？因为板桥有60万人嘛，然后我这一区板桥东区23万人，我跑断腿一定也很多人没有遇到我嘛，他们就是要去洗那些印象，就是他都没有。你不要讲一下你那个好，那福袋这个事情更莫名其妙。他们就是要去洗那些印象，就是他都没有。你不要讲一下你那个好，那福袋这个事情更莫名其妙。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制作单位哪里弄来的。你本来不是要发1块的，现在发10块。对，一开始发1块，会发10块，然后民进党就有人在操作，因为民进党有个议员，我们那区的很想要当立委啊，所以我做什么他都一直攻击我。然后谁啊？然后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戴伟山？我为什么会有1块10块？是因为1块一开始的时候我印1块钱的发，其实这个1块钱很少，它就是一个小小祝福，就长这样。背后是我的服务处的地址跟电话，等于是说，过年等于是碰到你的一个小祝福，然后背后可以找我服务。那因为我
第一批发完了，然后我在第一批发1块钱的时候，有人嫌弃，然后就说啊，怎么发1块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后来我要加印1批，其实量也不多。那既然前面有人讲说1块太少，那我加印，那我就贴10块的，10块就不嫌弃了吗？啊，10块就不嫌弃了吗？妈妈咋扣？10块比较好吗？妈妈10块，因为那时候他1块的就说为什么不贴10块嘛，就嫌弃嘛，所以我就贴10块。我们也嫌弃，那你就贴100块哦。10块底线的啦，没有再多也没办法了。所以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一个小祝福。就是说我碰到，比如说我过年碰到将军，那个新年快乐。我觉得这个事情，然后呢，等一下我还没讲完，然后被操作，你还没讲完啊，还没有被操作，然后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的事情，然后被操作说，哎呦，为什么大小眼呐？然后什么的急了啊？这没有，不是这个到底有什么？这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也什么要骂你的人哦。要骂你的人，因为要做什么他都可以骂，这种都可以骂。哦，来这边，他自己不做事，他都不做事哦，就是一直骂你这样子。好了，你已经讲了5分钟，没有超过，但是跟你也没关系啊，我讲几分钟跟你也没关系。我要讲的是说，主持人是小五哥，要被罢免的人面对这一件事情都会在意。好，就是说像福袋这一件事情，像我就没有做福袋。我就没有做福袋。那不做事的人都一直骂有做事的人。没做福袋就没有做福袋，不见得没有做事。那我有做也要被骂。可是你要知道，从1块做福袋变10块，没有，我服务也很好。过去也没有做，然后现在突然做，人家就会想说啊，你看，没有这个我可以解释，这我也可以解释，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他的10块钱啊的福袋是比总统乘以10，哎，总统1块钱哎，立人之是10块钱哎，这跟过去这跟过去大家所了解的叶元之不太一样。不过这个，因为他攻击我，必须我要回应一下，因为他攻击我，所以我要回应，因为我没攻击他，他攻击我，可以做50块，我收过50块的。不过我要讲的是说，面对被罢免，也不能超过30块才有鬼。不急很奇怪啊，这么多人出来联署要罢免你，我告诉你，包含民进党的议员，包含民进党的立委也都很急，所以你急是正确的，是代表你重视这个。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议题，我简单回应一下。因为民进党他们太早罢免我了，所以我变成我做的事情好像都是为了回应罢免，不是。我为什么会发这个福袋？是因为去年我去市场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前立委有发福袋，你也要来发哦，所以我本来就要做，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扯到。如果有人发1块觉得少，你就跟他讲说没有，因为发1块是因为议员复始，好不好？对，大家都会讲一个词。那好 ，OK， 然后总统所以它变成议员变10，不是议员变10。说总统发1块，因为它量非常大，你知道它那个多泛滥。没关系，民进党的还是小事。我们现在要另外1块很重要的是，现在看起来蓝营跟绿营之间，因为被罢都不是蓝。就是绿的，可是，在白营一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像黄昌、总召，然后代理主席这些。可是，大家过程当中一直在讨论一件事，到目前，本来都没有任何一些讯息。舒培，那个吴承成委员壮世代，所有这些事情，今天媒体上有讲说，民众党某种程度是要立案调查的吗？这个立案调查的部分是吴春成自己说，他在接受黄光芹的这个访问之后，然后黄光芹就跟他讲说，你们这个立法也立得太 low 了吧，连这种最基本的应该要回避的事情都没有。他后来就说他自己要这个不如归去，对，不如归去，然后自请调查，这才触及人类的底线，好不好？对啊，对，这才是人类的底线哦。这个黄国昌没有看到，黄国昌还讲说这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哦，所以自请调查、立案调查跟会不会调查、会不会去处理是2件事情嘛。那端看就是黄国昌主席。未来的主席对这一件事情认为这件事情重不重要？过去黄国昌在担任时代力量立委的时候，认为高路宜用那时候时代力量的立委他的助理用他的名字去标一个这个公营企业的相关的案子的时候，他就认为高路宜用应该要被除名。那现在吴春成是自己当立委，自己去弄了一个壮世代的法案，然后自己去推出这个法案，然后一边推出之前就把所有的壮世代的商标全部都标起来，然后自己的相关家族的关系企业去标这个案子，这严不严重？这网络上面有很多，因为这次牵扯到罢免这些，本来白银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但是有网络上有一些造句，譬如说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黄国昌，罢免某某，然后包括国民党的那个副主席委员，
连吴春成的名字都被摆进来吗？有啊，现在罢免洪孟凯就是罢免吴春成。为什么？洪孟凯跟他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吗？今天社群里面就有一个人去把它整理出来啊，说洪孟凯明明就是年轻世代、年轻爸爸，居然在壮世代的法案在修的时候，跑到壮世代的那个公听会里面去帮吴春成发言呢。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讲说，那时候过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有那个商标的，那跟洪孟凯有什么关系？对，所以大家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因为罢免，就如你刚刚所说嘛，现在罢免就要把二阶的部分要炒热这个声量嘛。那吴春成有没有声量？有啊，因为现在很多55岁的人都不想要当壮世代，都不想要被吴春成代言嘛，所以这一件事情就被烧起来了嘛。重点是。黄国昌，你要不要处理？然后吴春成面对这一件事情还公然说谎，他说啊，他当了立委之后就没有他自己的相关企业他自己的家族人就没有标案。可是你知道吗？去年113年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有一个标案，就是爆米花数位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标到的，他标的人就是谁？就是张美慧啊，这个爆米花的公司的。负责人就是张美慧，张美慧就是吴承纯委员的老婆。你看，你明显又说谎。对啊，明凤，这件事情会烧得很严重吗？就是在罢免这一环，也会被添进去吗？我觉得一定会的啊，因为你黄国昌要有那种姿态出来的话，我说你是国会第3党，可是你吴春成已经被调查是图利了嘛。可不可以土城最大党？我告诉你，你还不赶快去修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这个民进党要废除这个法案嘛。那然后很多人就签了密密麻麻了。你看我们的好朋友叫林俊宪，他还签了2次，没有啦，他是提案人，然后自己又签了一遍，真奇怪。那问题是现在这个案子到底会不会过，要看国民党的意思嘛。如果你国民党你还要去这种自己弄个商标，然后再立一个法，哇塞，这个好方便哦。然后我再去标一些案子，这个东西根本就是这个什么所谓一条龙的图利途径嘛。有这种立法委员早就应该抓去关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国民党还不支持这个所谓废除所谓壮世代的促进法的法案的话，你就是共犯嘛。你们就是吴春成的共犯啊，就是整个民众党的共犯嘛。所以我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实在是有够离谱的。我说实在，那你这样子老人与海是要改成壮世代与海吗？有这种立法委员早就应该抓去关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国民党还不支持这个所谓废除所谓壮世代的促进法的法案的话，你就是共犯嘛。你们就是吴春成的共犯啊。就是整个民众党的共犯嘛。所以我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实在是有够离谱的。我说实在，那你这样子老人与海是要改成壮世代与海吗？啊，那能听吗？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你到时候罢免的时候，看谁，李彦秀就被抓到了，因为这是没有总统的东西，所以立委一定要集中焦点，所以这个事情一定在罢免的时候会被大炒特炒。如果你没有赞成废除这个法案的时候，你就惨了。来，人就要检讨会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检视点就很简单嘛。因为黄国昌面对到这个壮世代的这件事情，黄国昌的我记得没错的话，他的回应叫做：你们当时联署的时候，大家也都拍照啊，拍得很开心啊，你们现在来讲不道德嘛。所以我赞成刚刚敏凤讲的啊，你今天这个民进党现在已经立委都提案了，对不对？对。如果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不表态，你说我这个法案不让他撤掉，那是不是所有你们等于是认同吴春成的这个那你也可以去搞商标啊，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式修法。请记得当时在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的这个案子里面，为什么大家会质疑柯文哲的那个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代表是那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搞啊，他可以收了谢国良200万，然后不拿去报。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质疑过这件事情哦。也没有人认为也没有人公开讲说柯文哲好，那柯文哲这件事情进入到司法程序，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法现在看起来不是他法本身的问题，而是有人可以，因为他的案由里面写得非常清楚，是有立法委员本身没有做到利益回避的问题，
那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要不要去支持这个法撤掉，还是你们觉得无所谓，去封杀民进党的提案？将军，可是这件事情，如果是国民党，假设或是有些人就跟你讲啊，就把那个商标那个都已经撤掉啦，他当初申请的都撤掉啦，那法案无辜啊。那也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不表态，你觉得对于罢免案会变成什么样？那国民党就添柴火。我讲哦，这次吴春成的这个事件撞触法跟蔡壁如当时论文事件不一样。蔡壁如那是私人的问题。我的论文出问题，我请辞，问题就随着蔡壁如离开了。可是吴春成这次不是私人的问题哦，这是立法的问题。不会因为人走茶凉啊。吴春成即使辞职了，这个法案还在，他不会船过水无痕，一定要有人出来处理这个法案。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众党自己提出来，把他废除掉。你觉得他很好，重新来过。为什么没有吴春成的问题？壮世代因为吴春成已经拿去做了商标注册嘛，即使他放弃也不要用，想别的方式，想别的名词。岳丈都在里面呢。对，所以不能用了，这个不能用了。这条法绝对不会随着吴春成的离开就船过水无痕，他一直留在那个地方。人家说人死留名，鹿死留皮啊，他就一直留在那边。如果民众党一天不自己处理，是由民进党推出来的，那就看国民党要不要跟。OK， 我就把它弄掉，我把它废除掉。如果国民党跟，说不定罢免还有一点点机会。可是我看来国民党是不会跟的。OK， 一定压到底。所以这个整个撞触法可能会成为未来民众党继柯文哲之后对民众党伤害最重的一件事。就要检讨一下国民党对这个态度。你可以预想得到，未来开议以后。民进党不管林俊宪委员或其他一些委员，一定一直追着国民党的人讲啊，你们要不要签啊，要不要赞成啊，或者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因为那个法当初在提的时候，其实蓝绿白大家都有提案啊，也有联署啦。那所以代表法案本身已经中性的嘛，因为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吴春成有什么注册商标这件事情，大家纯粹是看法条，觉得这个法条是 OK 的才会去提。而且这个法案在立法院在三读的过程当中是完全没有争议，所以没有人投票。没有像有争议都有投票嘛，这是完全没有投票的。所以法案本身过程是完全没问题。OK， 现在问题是大家认为吴春成有没有用这个牟利？我觉得应该讨论是说，如果把吴春成这一部分疑虑去除掉之后，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当然可以修。有啊，有问题啊。那有为什么那个时候连蓝绿白连民进党也很多人都有注册？没有，这个除掉了，这个法案因素已经消除了。当初的利益是他讲到大家想说啊，大家好，投立起的民主，没有，像我就蛮认同。没有人想到要搞商标，又搞这些哩哩扣扣。我跟你讲，他们很厉害，他们那个网军真的厉害。吴春成就是仗着网军很强，这个是苹果这2天的最新的那个关于壮世代的争议。他说：“你认为吴春成应该要辞职吗？”好，就是这件事情，有40%的那个民众认为要网络民调，40%要辞职，然后有2%5%认为他要道歉，有3%3%认为他不需道歉，就他没有错。这个数字我昨天投票的时候，认为他要下台的有5%，给你存细想，就显然哦，我只能说我没有证据，但是显然有一股网络的力量开始去撑这件事情。可是即便有撑哦，有网络的那个撑哦，如果你加起来的话，认为吴春成至少下台跟道歉的加起来是6%5%，认为他完全没有事的，就是他们那边撑的只有3%3%。你国民党要陪他玩这一把吗？我现在讲的是这件事情，人家搞是人家的事情，但是今天只是说这个法案民进党提了，那如果废掉，大家就废，就事情就结束。你现在如果要跟他玩到底哦，我到时候我已经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到时候在罢免的时候啊，你的头旁边就摆了吴春成，That's all。OK， 这叫金普冲出来了，这个东西要整顿一下。OK， 这件事情在未来罢免整个大罢免风潮里头，会不会也扮演某种程度的一些角色？那刚刚讲到说，包括两岸之间的一些关系，在未来罢免又会怎么样？尤其各自委员，譬如说曹英成跟徐小清委员之间，那一定是未来目光的一个焦点。到底会整体上面来讲会热成什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